每日中文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林珊，欢迎回到每日中文 Podcast。大家听到了吗？ Jingle bells, Jingle bells 是圣诞节的铃声，祝大家圣诞平安。大家好，我是王宇。林珊，今天你的声音听起来真是元气满满呢。圣诞节快到了，街上的气氛确实已经很热闹了。是呀，到处都是圣诞树，还挂着雪花和红袜子。老师，我知道圣诞节其实是来自西方的，对吧？没错，在西方国家，圣诞节和新年是他们一年中最重要的日子，地位就像我们的春节一样。我听说在西方，不管在哪里，大家都要回家跟家人团聚，吃火鸡、拆礼物，特别温馨。对，如果说圣诞节是属于家庭的，那之后的新年 New Year 就是属于派对的。年轻人会去广场倒计时 countdown， 一起狂欢迎接新的一年。哇，那在我们中国还有亚洲其他国家，比如越南、韩国，我们怎么过这些节日呢？在亚洲，虽然我们也庆祝，但感觉不太一样。对我们来说，圣诞节更像是一个情人节或者购物节。在中国，圣诞节是普通的公节日，所以大家没有时间回老家或者举办大型的家庭聚会。娱乐活动通常在下班后的晚上进行，适合跟朋友或者恋人出去玩。呵呵，太真实了，大家都出去逛街、看电影、吃大餐。对了，中国还有一个特别的习俗，就是平安夜要送平安果，也就是苹果，祈求平平安安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哈哈，没错，在中文里，圣诞前夜叫平安夜，苹果的平和平安的平同音，所以送苹果就代表送平安祝福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虽然洋节很热闹，但不要忘了，中国还有非常深厚、非常有特色的传统节日。没错，既然说到过节，那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都有哪些呢？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中国最重要的7大传统节日吧。首先当然是春节，也就是农历新年。春节、农历新年，这是中国最受重视的节日。对，春节在农历1月1日，通常在公历1月或2月。对于中国人来说，春节意味着团圆，不管多远都要回家跟家人一起吃年夜饭，因为春节的核心是家，所以春节也是一年中春运规模最大的时候。这个时候，北方人吃饺子，而南方人吃年糕，对吗，老师？哈哈，对了，不愧是吃货，这些美食不仅味道好，而且还有很深刻的寓意。是什么寓意啊？快告诉我。首先是饺子，饺子的发音和交子，也就是新旧年交替的时刻很像，吃饺子意味着送别旧年，迎接新年。哦，而且传统饺子的形状像矮骨的银子，也就是金元宝。人们相信过年多吃饺子，寓意来年财源滚滚。有时候包饺子的人会偷偷在馅里藏一枚硬币或者一颗糖，谁吃到那个饺子就被认为来年会很幸运，或者生活甜甜蜜蜜。哇，寓意太好了。那为什么要吃年糕呢？年糕的发音跟年糕一模一样，寓意步步高升，来年的生活比今年更好。除了吃，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习俗，我还看到有人把福字倒着贴在门上。没错，在中文里，倒和到是同音字，把福倒过来就是福到了，也就是福到了。哇，福到了，这个谐音梗太妙了，我要记下来，今年过年我也要把福字倒着贴。好，过完春节，紧接着就是第2个节日元宵节。是农历正月15，对吗？对，元宵节也叫灯节。这一天我们要吃一种圆圆的糯米做的食物，你知道叫什么吗？汤圆，或者叫元宵，这两个是一样的吗？其实不太一样，做法不同，但都是圆的，象征着圆满团圆。汤圆的发音跟团圆很像。吃完元宵，春节就算正式结束了，大家都要回去工作上学了。唉，听起来有点伤感呢。那接下来是什么节？第3个节日有点特别，它既是节日又是节气，叫清明节。清明节，
通常在每年公历4月4或5日吧。那句古诗怎么读来着？清明时节雨纷纷。对，路上行人欲断魂，不错嘛。清明节的主要活动是扫墓，表达对祖先的缅怀和尊敬。那除了扫墓，清明还有别的活动吧？有啊，清明节也叫踏青节，因为那时候春天到了，大家也会去郊外春游、放风子，这是缅怀逝者和迎接春天勃勃生机的一种结合。听起来很健康。那第4个节日呢？是不是可以吃粽子了？正确，那就是端午节，在农历5月5日。老师，我知道端午节是为了纪念一位伟大的批诗人屈原，他跳进了江里，人们为了不让鱼吃他的身体，就往水里扔饭团，后来就变成了粽子。哈哈，你的历史知识很扎实啊！除了吃粽子，端午节还有一个很热血的活动，叫做赛龙舟。赛龙舟我看过视频，很刺激。但是老师，我有一个问题，中国的粽子到底是甜的还是咸的？哈哈，这可是中国网络上最大的战争。一般来说，南咸北甜，南方人喜欢肉粽子是咸的，北方人喜欢红枣粽子是甜的。我是甜党，我喜欢吃甜的。我是北方人，我也喜欢甜的。好，接下来第5个节日是专门为你这样的年轻人准备的七夕节。七夕，我知道，这是中国的情人节，在农历7月7日。对，它源于一个美丽的爱情传说，牛郎和织女，他们被银河分开，每年只能见1次面。唉，太浪漫，但也太惨了。现在的七夕是不是也要送花、送巧克力呀？现在的七夕跟西方情人节差不多了，都要送花送礼物。单身的人在那天只能吃狗粮，也就是看别人秀恩爱了。哈哈，吃狗粮这个词用得很准嘛。好，第6个是中秋节，农历8月15。中秋节，月亮最圆的时候要吃满月饼。对，中秋节的核心也是团圆，大家坐在一起赏月，吃满月饼。你知道吗？满月饼也分很多口味，有一种叫5仁满月饼，很多人都觉得很难吃。哈哈，我也听说过5仁满月饼的传说，不过我觉得莲蓉油黄的最好吃。老师，中秋节是不是还有个嫦娥奔月的故事？是的，嫦娥住在月亮上，陪着她的还有一只玉兔，所以在中秋节我们也经常看到兔子的装饰。这跟越南的中秋节有点像，越南也提灯笼，对吗？对呀，越南的中秋节更像是儿童节，小朋友们提灯笼逛街。但是中国的中秋节主要是家庭团聚，对吗？没错，更侧重于家庭。好了，最后第7个节日，可能很多放怪人不知道，叫重阳节。重阳节，这个我真不太清楚，是在什么时候？在农历9月9日。林珊，你知道数字9和哪个字同音吗9和长长久久的久同音。聪明，所以2个9寓意长久长寿。重阳节现在也是中国的老人节，我们要尊老敬老。原来是这样，那这一天有什么习俗呢？传统的习俗是登高，就是去爬山，还要插茱萸，喝菊花酒。爬山好啊，锻炼身体，希望能像酒一样长寿。好，总结一下，我们今天聊了7个节日：春节、元宵、清明、端午、七夕、中秋和重阳，这就是中国人的时间表。哇，这么多节日，每个都有特别的食物和习俗，中华文化真是太丰富了。还有，王老师，我发现一个头疼的问题。老师，这些节日的汉字太难记，太难写了吧？怎么啦？比如端午的端，重阳的重，我明明刚才看了一眼，转头就忘了怎么写。为什么汉字那么难记呀？有没有逻辑？哈哈，你问出了中文学习者的心声。7件汉字确实不像拼音文字那样直观，不过其实汉字是有故事、有逻辑的。各位听众，如果你也觉得汉字难记，总是提笔忘字，一定要关注我们要聊的下期话题，叫做
为什么汉字那么难记？有没有什么秘诀吗？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，别忘了点赞订阅哦。如果你喜欢粽子，一定要在评论区告诉我你是甜党还是咸党。哈哈，没错，祝大家节日快乐！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